怎么可能？这小子怎么可能是斗宗？死死地咬着牙，王晨深吸一口气，旋即眼睛迅速变得赤红，一抹疯狂自心底冒出。他清楚地知道，若是败在了萧炎手中，带得回去之后，他将会受到何种的惩罚。一想到此处，王晨心中疯狂也是越来越浓。到了后来，一道状若野兽般的低吼声终于是其喉咙间传出，而随着这道吼声的传出，王晨皮肤表面之下的微小血管突然爆裂而开，一瞬间便是将其身体染成一个血人。黄泉血诀！疯狂的吼声落下，王晨气息在一刹那犹如火箭般狂猛飙升，而随着气息的增强，其双眼居然直接转化成了漆黑色，铺天盖地的漆黑能量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无数黑色能量蔓延，远远看去就犹如一个漆黑色的远古凶兽般，透着一股狰狞的凶煞。见到王晨这一幕，那唐英等人脸皮皆是忍不住的轻吸了一口冷气。这家伙居然连黄泉血诀都施展了出来，真是疯子！漆黑能量缭绕王晨周身，那磅礴之力，连空间都是出现了许些震荡。其眼中凶芒闪动，拳头猛然一握，漆黑能量闪电凝聚。漆黑能量急速凝聚，一股浓郁的尸臭味也是自王晨右手臂之上散发而出，旋即整条手臂都是变得漆黑如墨。黄泉腐尸臂！一道低吼，漆黑手臂轰然而出，黑臂击出，空间也是直接被崩裂开一道裂缝，坚硬的银幕广场也是犹如遇见了克星般，迅速的失去光泽，变得犹如枯木般泛黄腐朽起来。居然是黄泉腐尸臂，这可是黄泉阁威力极强的斗技啊！见到王晨那漆黑色手臂，广场之外顿时响起一道道惊呼声，显然此斗技名头颇为不小。场外惊呼声刚刚响起，那轻飘飘而落的池影终于是携带着一缕青褐色的诡异火焰飘然而落，然后与那只漆黑色的手臂悄然相碰。碰撞的那一刹，萧炎嘴角掀起一抹冰冷弧度，一股琉璃莲心火悄悄地窜上尺身，然后也是闪掠而出。砰！悄然的碰撞带起的却是惊雷般的炸响，庞大无比的能量波动自两人接触点如风暴般的席卷而出。银幕广场之上瞬间便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足有大腿粗壮的裂缝宛如蜘蛛网般的急速扩散，仅仅几个眨眼时间，便是在无数木屑飞射间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广场。银色的木屑犹如风暴般高速旋转，阳光射来，银光闪闪的极为绚丽。是银色木屑所形成的龙卷风暴刚刚成型，一道身影猛地自其中倒飞而出，旋即身体重重地砸落在广场之上，最后生生地在广场中撕裂出了一道将近100米的巨大沟壑。满场寂静无声，无数道目光呆滞地望着那整个身体都被镶嵌在银幕之内的漆黑身影。噗嗤！王晨挣扎着想要爬起身来，却是一口嫣红鲜血直接喷出，刚欲催动斗气，体内却是传来一阵阵灼痛之感，急忙内视，却是见到一缕极为炽热的碧绿色火焰正在其体内释放着高温，疯狂的破坏。这是……察觉到这缕碧绿火焰，王晨眼瞳顿时一缩，银幕屑所形成的风暴缓缓消散，萧炎的身影缓缓自其中浮现，森然的目光瞥了一眼还有着一些气的王晨，然后抬起头，直视着那脸色阴沉的可怕的黄泉尊者。好，小子，你还真是让本尊者意外啊！黄泉尊者缓缓站起身来，声音之中有着一种竭力压制的森冷杀意与暴怒。萧炎眼睛微眯，冲着黄泉尊者一抱拳，在下已完成约定，告辞。话语一落，萧炎直接是在那满场目光注视下，转身对着广场边缘行去。可慢着！就在萧炎转身行出时来不时，一道蕴含着森然笑意的咳嗽声突然响起，前者脚步一顿，眼神微寒的转过头，望着那艰难的从地上爬起来的王晨，声音冰寒的道：“还想来？”可王晨吐出一口鲜血，脸庞上的狞笑在鲜血的沾染下显得格外可怖。真是没想到啊，短短不到3个月的时间，你居然便是进入了斗宗的层次，看来天山血潭中得力最大的是你啊，你说是吧，萧炎？王晨的狞笑声直接是令得在场所有人愣了下来，然后唰的一声，无数道目光带着许些难以置信的停留在了那陡然顿住脚步的萧炎身上。萧炎，那个与风雷阁有间隙的萧炎，那个强行破掉风雷北阁3大长老不下的9天雷狱阵，并且从废天手中逃脱的萧炎。场外无数人都是在瞬间变得目瞪口呆了起来，谁也未曾想到，那击败了王晨的陌生年轻人，居然便是最近在北域传得沸沸扬扬的萧炎。而且最令得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此人明知道与风雷阁有着间隙，居然还敢来这雷斩，这是自投罗网。这家伙居然是萧炎，他疯了不成？唐英嘴巴也是微微张开，
望着萧炎，冷意的脸庞上也是涌现一抹惊愕。这个蠢货竟然还真的来了！穆青鸾那张秀美的俏脸上同样是布满着震惊，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这个家伙居然还真的敢来这雷山。原来是他，难怪，没想到他的胆子居然大到了这种地步，看来还真未曾将我风雷阁放入眼中啊！凤琴儿美目凝视着萧炎，唇角却是缓缓掀起一抹细微的弧度，隐隐间透着一分冷意与高傲。对于后者，他一直皆是想真正与其交手一次，以此来挽回风雷阁的名声，但可惜每次都没有机会。在满场哗然间，首座席位之上的雷尊者等人也是因此愣了愣，片刻后也是回过神来，脸庞上的一丝笑意缓缓收敛，面无表情地盯着广场上的萧炎，手指轻轻地敲打在扶椅上，细微的声音却是有着一种令人极感压抑的感觉。对于萧炎之名，雷尊者也是听说过，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将风雷北阁弄得那般狼狈，这等本事可不是寻常人能够办到的。废天，他便是那个萧炎？微微偏头，雷尊者那隐隐闪烁着雷芒的目光转向一旁的废天，淡淡的道。清楚地感觉到雷尊者话语中蕴含的许些怒气，那原本一脸森然的黄泉尊者顿时在心中幸灾乐祸地笑了笑，居然是缩回了身子。没想到这小子居然便是那个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萧炎，这样一来的话，今日的事可就是有些好玩了。一旁的风尊者与剑尊者也同样是因此而怔了怔，目光有些奇异地打量了一下萧炎，但却并未再开口说话。此事算来应该是风雷阁的事，他们不好再多说。听得雷尊者的话，一身银袍的废天连忙起身，此刻他的脸色也是略微有些难看。为了萧炎这事，他已经不止一次受过雷尊者的斥喝，而且也没少受身旁这两个家伙的嘲笑。没想到如今这被暂时接下的事，居然又被提了出来。袖袍中拳头微微紧握，废天上前两步，阴森的目光转向场中的萧炎，冷声道：“小子，将你脸上的东西给本座取下来。”全场目光瞬移而动，全部都是凝固在萧炎身体之上。在场的人大部分都知道萧炎与风雷阁之间的恩怨，如果身份真的确定了，那今日这小子恐怕就是要倒霉了。不管他再强，但也绝对不可能顺利的在这么多风雷阁强者包围中顺利逃生。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萧炎眼神也是略有些阴沉。他没想到居然会被王晨辨认而出，想来应该是因为那朵异火的缘故。当初他们二人曾经交过手，王晨也是知道萧炎的异火对其斗气有着一种压制效果，自然是印象深刻。萧炎目光森冷的在那一脸狞笑的王晨身上扫过，旋即一道身影急忙自身后掠来，林燕手持长枪，脸色凝重的出现在其身旁，沉声道：“要不要闯出去？”萧炎微微摇了摇头，以他们二人的实力，若是要硬闯的话，恐怕成功的几率极低。交给我便是，摆了摆手。萧炎缓缓抬头，旋即一声冷笑，手掌在脸庞一抓，一张皮质之物便是脱落而下，露出了萧炎本来的面目。既然已经掩饰不住，那自然也就不必再遮遮掩掩。怎么，废天阁主今日又想对我出手了？见到萧炎那张令得自己记忆异常深刻的脸庞，废天脸色终于是彻底的阴冷了下来，喉咙间传出一道怒笑之声，身形一动，雷鸣声响彻，其身形陡然消散。见到废天身形消失，萧炎脸色也是一变，一掌击退身旁的林烨，脚掌之上雷芒闪烁，身体微微一颤。其身体刚刚颤抖，废天身影也是如鬼魅般的出现在其身后，雷光缭绕的手爪狠狠地洞穿萧炎胸膛，但可惜的是并未带起丝毫鲜血。残影，手臂一震，将这道残影震碎。废天缓缓转身，目光阴寒地望着那悬浮在离地几丈距离的萧炎，冷笑道：“几个月不见，实力有所长进嘛，难怪这么嚣张。风雷阁不过如此，专干以老欺小，以多欺少之事。”萧炎目光冰冷地盯着废天，瞬间后突然一笑，目光抬起，直接望向席位之上那面无表情的雷尊者，笑道：“雷尊者若是真觉得小子与风雷阁有这等大仇的话，何不自己动手？以你斗尊阶别的实力，小子定然不会是你一合之将，何必如此麻烦？”萧炎此话一落，直接是引起满场的哗然，不少人觉得萧炎是否脑子被撞了，在这种时候居然还敢挑衅雷尊者。而一些脑子好使之人在怔了怔后，却是在心中一声暗赞：雷尊者是什么身份？斗尊强者，中州大陆一方巨擘般的存在，他的身份萧炎与之几乎有着难以丈量的差距，不管是名声或者实力。而也正是如此，在萧炎这话一出后，只要雷尊者不想落个以老欺小的坏名声的话，那今日他便是不敢真正的亲自对萧炎出手。也就是说，萧炎这话是为自己断了一些真正的危险之路。以他如今的实力，只要不是斗尊强者出手，即便是面对着废天这等强者，他也是能有着逃生之力。这小子倒也狡猾，
剑尊者轻笑了一声，瞥了一眼一旁脸色依旧未有丝毫动静的雷尊者。不用在本尊面前耍这些小把戏，要擒你，可还不需要本尊出手。目光淡淡的盯着萧炎，雷尊者的声音中并没有太大的波动。有北阁主这等老前辈出手，自然不需要雷尊者出手。反正这些事是风雷阁常干的事，而且若是北阁主不行，在场的可还有西阁主、南阁主呢。萧炎笑道：“哈哈，小子，别说这些带刺的话，这是北阁的事，西南二阁可不会插手。”席位之上，一位身形壮硕的赤膊大汉，声音如雷般的大笑道：“他便是风雷西阁的阁主。”听得这笑声，费天眉头微微一皱，他与萧炎之间的身份同样是相差太多，当初出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没想到最后居然依旧被他给逃掉了，这可是令得他面子大损，因此如今一见面方才会忍不住的出手。但待得清醒过来后，却是有些进退两难。今日即便其他人不插手，但他若是真出手了，也定然会落得以强凌弱的名声。风雷阁可不是黄泉阁，对于这种声望还是很在意的。但此刻的场中，若是他不出手的话，风雷阁其他一些与他同辈的强者，若非是雷尊者下令的话，肯定不会主动出手。这样一来，出不出手对于他来说都是头疼之事。心中挣扎了片刻，费天眼中终于是掠过一抹狠色。这萧炎令他风雷北阁名声大损，今日是说什么都不能将之放过。随着费天心中逐一的打定，一股异常磅礴的可怕气势也是缓缓的自其体内苏醒而起。在这股可怕气势的牵引下，那遥遥天际的层层乌云也是轰隆隆的响彻而起，其中银芒闪烁，雷鸣阵阵。见到这一幕，萧炎眼神也是微微一沉，他倒是未曾想到，这老家伙宁愿落个不好名声，也是要执意对自己出手。萧炎，快跑！场中，林燕急忙喝道：“费天的实力实在是太过恐怖，即便萧炎进入了斗宗，但与其之间的差距依旧难以测量。两者交手，萧炎几乎就没有丝毫生还的机会。”萧炎缓缓摇头，此刻是在雷山，这里是风雷阁的总部，想要逃脱谈何容易，放手一搏，方才有着一线生机。而且，萧炎的目光微微远眺，最后顿在了席位之上那一身青袍显得格外洒脱的风尊者身上。此人究竟是否如同老师所说，能够称得上那值得信任之人？大庭广众之下，萧炎自然不会报出要老之名，当下深吸了一口气，抱拳沉声道：“风尊者，小子想请您看一物。”见到萧炎突然将话头对向自己，风尊者也是一怔，旋即微微一笑，道：“小家伙，这是你与风雷阁的事，与本尊似乎并没有关系吧？”他与萧炎素不相识，自然是不会一见面便为其得罪风雷阁，虽说他并不惧。萧炎笑了笑，将手指上药老所留的黑色古朴戒指取下，然后甩向风尊者。若后者真是如药老所说，值得彻底信任的话，那么接下来他的举动应该会向自己证实一些东西。当然，若是结果与其所想不一样，那么以后的事也依旧是需要萧炎独自一人走过。微皱眉望着飞掠而来的漆黑之物，风尊者在那无数目光注视下，一把将之抓入手中，然后手掌轻轻摊开，顿时一枚异常眼熟的漆黑戒指安静地躺于其中。当视线看见漆黑戒指的那一刹那，风尊者脸庞上的淡淡笑意缓缓凝固，而与之同时凝固的，似乎还有着这一片天地。在这一刹，风尊者的身体就犹如化作一座雕塑般，目光近乎炙然地死盯着那枚深入灵魂印记之内的戒指，一股可怕的风暴在其头顶呼啸成型。虽然并未有着半句话语，但任谁都能知道，此刻风尊者心中那难以掩饰的激荡心境。在无数道惊愕的目光注视中，半晌后，风尊者的身体终于是逐渐的松软下来，手掌紧紧地握着戒指，轻轻地靠着椅背，双眼逐渐闭上。一道轻轻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缓缓传出：“此人谁也不能动他。”苍老的声音轻轻地盘旋在这片雷山天际，这道声音似乎有着一股魔力般，在声落之时便是令得这片空间彻底凝固，无数人脸庞上的神色都是在这一刹定格，清风刮过，带起的是一片滑稽的呆滞。这一刻，没有人会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风尊者说话的重量却是在此刻显得格外的清晰。一名斗尊强者的分量，整片斗气大陆恐怕没多少人敢质疑。在广场边缘处，穆青鸾也同样是微张着小嘴望着风尊者所在的方向，满心震撼。跟着风尊者修炼这么多年，他几乎从未见过一向从容不迫的后者露出过这般决然的情绪。